觉得青年应该是有梦想，横冲直撞，无所畏惧。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，不愿意明白，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。梦不太难搞，顺应所谓的大潮流。我觉得我做的音乐是特别的，因为它是我骨子里面的东西。我觉得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，哪怕你的东西是在别人眼里是那种不符合主流的，但是会有人听它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市场。对，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从小只专注于一件事情。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音乐，那我就去学习音乐。不管是在上课的时候，还是在私下的时候，我都是在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个事情。真的，我觉得基本功太重要了。包括我参加选秀当导师的时候，我会听到很多选手们什么说，哇，他可是某某某某平台里面有好几百万的粉丝，但是真正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啊，基本功太差了。作为一个创作者，乐理知识很重要，否则你做出来的东西，你们会影响到观众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有点担心，就如果你是一心爱音乐的话，可能你真的需要扎实的基本功。如今这个时代，互联网很发达嘛，你时不时唱首歌，会很容易火遍全网络。这种传播速度太快了，会让人觉得成功太容易了。我的歌迷，我觉得他们是很优秀的。可能我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他们的偶像。但其实他们很多各行各业的人的很多能力都是我的偶像。我记得前2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对差点破纪录了，对，他当时还穿了一件我演唱会 logo 的一个衣服，我就特别为他骄傲，就是那种但我自己也会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我希望我在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他，就是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很正面的事情。我也得让自己更优秀才可以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很难想象得到几万人一起在大合唱这首 Why Nobody Fights。 我好想听一下9万人同时在唱这首歌是什么状态。记得当时我坐在一个钢琴上面，然后我在看着全场所有人在唱这首歌，然后我没有唱，我在听他们唱，充满了动力，就觉得哇，我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么多年来，不光是入行，包括我入行之前从小学音乐这么多年来，我做音乐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白坚持，对。然后他们唱完的时候，其实我很不舍，我好希望那首歌不要停，一直唱，因为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。
演唱会其实对我来说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我每年我最期待做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其实每年演唱会我都会，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回家，就是欢迎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回家。因为我把演唱会当做一个家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来到我的演唱会，就像回家的感觉。